Hello， 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有非常多的小天使们，他们想要学习雾眉来创业，然后他们就会写信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的状况这样适合学习雾眉吗？那学习雾眉必须要哪些条件比较好呢？”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分析，如果你想要学习雾眉来创业的话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比较好？第一个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对美的东西一定要非常的有兴趣，例如说喜欢保养皮肤、喜欢化妆，或者是喜欢穿搭、喜欢做睫毛、喜欢做美甲等等类的都好。只要你是对美的东西有兴趣呢，我觉得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讲到美，你就会充满一腔的热情，那就最棒了。第二个呢，一定要有耐心。学习做雾眉的话呢，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非常需要用到耐心呢？例如说学习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去做学习，不要急着想要一步登天。那在跟客人沟通的时候，你也要非常的有耐心，要慢慢的跟客人做解说，这边也会用到很多的耐心。那再来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，也会需要非常多的耐心，因为我们在堆叠上色的时候呢，必须要慢慢的上色，轻的上色。如果你一急呢，可能就会下手太重，所以我觉得有耐心也是很重要的哦。第三个，沟通能力要 OK 哦。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沟通呢？例如说我们帮客人做雾眉之前，你一定要适当的与客人沟通他的眉形。那每个人的眉骨啊，然后肌肉啊都会不一样，那难免就会很难画出一模一样的眉毛，所以这时候沟通能力就很重要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是要具备有聆听的能力，去了解客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来帮客人做他的眉形设计。所以我觉得沟通能力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。第四个，最好要有一点美感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点只是爱漂亮而已哦，就是对美的东西很有兴趣。但是我们第四点呢，讲到的是你必须要有一些美感，因为我们如果有美感的话，懂得欣赏美丽的事物的话，那对于你的眉形设计、唇形设计都会大有帮助哦。才不会客人跟你说我想要一个奇怪的眉毛，然后你就被他牵着走，因为有时候客人往往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那纹绣师呢，可能需要帮客人去画出一对适合他脸型的漂亮的眉毛。第五个就是不怕血。什么叫不怕血呢？意思就是不怕流血的意思。虽然我们现在帮客人做的新式雾眉都是属于不结痂的雾眉，那不结痂的雾眉呢，其实不太会流血的。可是难免我们偶尔还是会遇到皮肤比较敏感的，或者是皮肤比较薄的客人，或者是你刚好那一天不小心下手太重了一点点，那导致会流一点血出来。那如果你这时候很怕流血的，那就糟糕了哦。你不要怀疑哦，真的有人会看到血会觉得很害怕、很恐慌，会想昏倒的哦。但是这种人是少数，所以只要你不怕血的话，就可以学习纹绣眉。第六个，我们需要胆大心细的观察力。因为我们在帮客人操作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胆量，但是呢，细心也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可能要非常仔细、非常小心的，一点以点成面这样下去帮客人做一个漂亮的眉毛。假设你在操作的时候有细心的观察力，比较容易可以知道两边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，那如何把两边修的形状比较接近一点，这就需要胆大心细的观察力咯。第七个，我们一定要非常想赚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学习做雾眉的话，其实它需要一直的练习。如果你不是非常想赚钱呢，你就会很容易在练习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想要放弃。但是各位同学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因为当你学习到非常想放弃的时候，成功就离你不远啦。所以我才说，你一定要非常想赚钱，这样你就会熬过那段痛苦的练习的时光啦。以上我分析的7点呢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其实你就非常适合当纹绣师哦。其实有很多同学他们想要学习雾眉，但是他们其实会觉得很害怕画眉毛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画眉毛真的没有那么困难，只要你给自己一点信心，然后呢常练习画眉毛，一天只要画2个眉毛，其实我觉得只要画1个月，应该眉形设计就会非常有长进了。但是有很多同学都会有点懒惰哦。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于想要当纹绣师的你是有帮助的哦。Gina TV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。都要不断的进修。那进修的过程，喂，你们2个不要再跑来跑去了，好过分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，并且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我是 Gina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